欢迎大家来到立生国画小课堂。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漂亮的秋荷。那么首先看一下，咱们在画的第一步，整个画面是由一个荷花和黄颜色的荷叶组成。那么黄颜色和底色用一个黑颜色的搭配。所以说今天的画，咱们来看一下绘画过程。那么首先咱们用墨色。咱们勾莲蓬的时候，咱们用一个中墨，咱们把莲蓬的地方勾出来。那么今天的莲子呢也是非常漂亮，咱们画莲子的时候也注意不要画的，就是像平时大家画的非常规则。今天的莲子和大家分享的时候也分享一个非常漂亮，那么让它有一个姿态，你看有的头倒过来，有的头倒过去，那么大大小小都不一样，让它也有一个重叠的莲子也可以。所以说今天咱们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莲蓬的画法。那么第一步莲子画出来之后，咱们再看一下，它有莲子的窝窝的地方，它重叠的地方咱们不管它，就让它叠到一块儿。只需要把它轻轻的点一下。那么现在再看过来，咱们要画莲蓬。莲蓬画的时候，咱们因为大家也给大家分享了好多苦蓬的画法，所以呢，你看凹进去的地方、出来的地方结构。那么下来就是咱们侧面莲墩墩的地方，咱们用这个虚线把它稍微定一下。那么下边的时候继续。这样的话，给咱们的莲蓬就是在线条上有一个笔断意连，是不是？好，莲蓬画好了，咱们现在看一下，咱们怎么去染颜色。首先看一下莲蓬上面的颜色，咱们调一个藤黄色，然后呢，稍微调一点点太青蓝。从莲蓬最边边的地方开始，笔尖上太青蓝稍微多一点。那现在呢，咱们这个颜色你看笔尖上再来一点点交叉可以再来一点点的花青。那么笔尖，你看笔尖从哪里走？从咱们紧挨着这个莲蓬上边的这一块咱们看走它。那么所以说笔尖上是一点点的重颜色，是不是？你看，再一个呢，从凹进去的地方，咱们开始画它。继续，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莲蓬这个侧面，它是不是就发了一点点红红的颜色？那么现在看一下咱们把它稍微扫一下，压一下，对，用笔肚和笔根，咱们把它稍微的压一下。那么现在咱们这个莲蓬就出来了，是不是？你看现在是不是？莲蓬的结构一下子就出来了。好，这是咱们下边莲蓬。现在看一下莲子，咱们怎么来画今天的莲子，我和大家也分享一个非常漂亮的莲子。首先又用一点点花青色咱们给莲子的下半部分看最重的地方看过来。今天咱们不从上边画了，
今天画莲子的时候，咱们从最下边画它，那么把这个最结构的地方，咱们把它画一下。啊，你看，先是用的今天啊，先用花青色，把莲子下边最重的地方，先用花青色看过来啊。为什么要这样画？看这个莲子怎么去画。先用你的花青，把莲子最重的地方全部把它画一下。啊，每一个画的时候都画到啊。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咱们后边的莲子画的时候稍微颜色淡一点啊，好看。咱们课程里边啊，给大家更多的都是非常漂亮的作品，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么这段时间是给大家做新课程，就是秋荷系列，所以呢这2天给大家画的秋荷比较多。那么这是第一步，咱们画了之后看过来就要调色第2步了啊。那么怎么能把它的立体感画出来？这个是很关键的。第2步要用什么颜色？咱们第2步要用咱们的这个三绿色啊。现在大家看到咱调了一个3绿色。那么3绿色从哪里调？调到咱们的这个藤黄，稍微给它一点点藤黄色啊。你看，现在我就要晕染了。对，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莲子的时候，先画了它一个暗面最重的地方。那么怎么把莲子这种立体感能画出来？现在咱们给大家分享第2步。你看，这是3绿色，在咱们的这个鹅黄色里边稍微调了一下。那么你如果喜欢绿绿的啊，也可以啊。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加一点点太白色，看，直接在这个颜色里边加点太白。点哪里？点咱们莲子尖尖的地方。你看现在是不是一步一步的莲子，它圆滚滚的感觉就出来了。对，这就是咱们今天啊和大家分享莲子的时候，那么不仅仅是大家每次看到莲子凹进去的，其实也有掏出来的，是不是？好，咱们再继续，看每个尖尖啊都把它点到。现在再来笔尖来一点点太白色，我继续点它了，让这个太白色呢把它的高光点出来。这个就是咱们因为莲子啊，它就是一个圆球体，所以呢它有3大面5调子啊。这个咱们老粉丝都知道，咱们的素描课程里边给大家讲过了。好，这是第1步，你看莲子一下子亮出来了。现在我再来一点点咱们的这个绿颜色啊，3绿色。我要画哪里？把咱们的你看莲蓬的边儿给稍微来一点点绿颜色提一下。那么你看这就是第2步啊，咱们给这个莲蓬的边边啊。那么现在啊，咱们继续看一下。从小号的一直到咱们的最大的，那么你看现在就是哪里不亮的地方啊，咱们把它再贴一下啊，看哪一个莲子啊，这个尖尖还不亮，咱们继续把它贴一下。好，那么现在莲子圆滚滚的出来了，咱们先不点它的莲子的尖尖啊，不点莲子的尖尖，咱们现在继续看一下，我要把莲蓬再画一下。那么今天的莲蓬，你看我把它加了一点点什么颜色？这个从咱们的莲蓬墩墩的地方用了一点点鹅黄色，是不是？因为秋天的荷花了，是吧？咱们就通过这个颜色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变化。一点点颜色啊。那么现在再看过来啊，咱们给这个黄颜色啊里边加一点点太白色。现在就是给刚才的黄颜色加一点点太白色，咱们把莲子下边的圈圈点一下。好，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莲蓬画出来了。那么莲蓬画出来之后，咱们就要看什么了啊？莲子的尖尖先不画，让它稍微干一会儿啊，稍微干一会儿。咱们现在就要看咱们的花瓣怎么去画了。今天关键的就是看下边的花瓣怎么去画。我先把这个颜色放到一边啊，让它
咱们的这个莲蓬呢，稍微的让它干一会儿啊，干一会儿，咱们待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莲子啊，这个再压一点啊。那么现在啊，咱们这是第一个莲蓬，下来继续看过来啊。那么现在你看胭脂色完了之后，笔尖来一点点墨色。好，咱们今天看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花呢，我怎么来画它？也是从里边啊一层一层的往外边走。你看，我现在由前边画花瓣了。那么你看，我从前边开始，给它先画一个小一点的花瓣。但是记着啊，咱们这个所有的花瓣，你看都要连到咱们莲蓬的根根啊。这个你看，先画了一个小的花瓣啊，将它这个花瓣的尖尖折起来。那么下来再继续看过来啊，咱们再一层一层的画它。那么这里我再给它画一个啊，让它你看头这个花瓣的尖尖啊，咱们让它仍然是卷起来一点点。那么你看一短一长，是不是？所以说花瓣啊，咱们怎么画？从里边一层一层的往外边走啊，咱们一层一层的。由里边往外边走。那么现在你看，我这里再给它画了啊。那么让它再有，你看，我现在让它花瓣再卷到里边。那么小的花瓣啊，看画的时候卷的时候怎么去画它？你看，尖尖卷回来。那么这里你看，再走一个。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一层一层的去画它了那么现在再过来，你看。我跟大家也说了，咱们就是让大家也感受到花瓣它一层一层怎么变化的。那么这边啊，咱们这要继续了。你看，我继续分享它。这里我们留一个多一点的吧。那么在画这个花头的时候啊，大家也就是知道了方法之后，想怎么画都可以。你看，我现在给它再画一个长的，让它伸到下边的。那么一定记着啊，每次都要收到咱们的莲蓬根根啊。现在再继续看过来，我这里再给它来了一个花瓣，那么一长一短，继续啊，继续，咱们给它往里边继续画。这里我再画一个小的。那么所以说画这个荷花的时候，不要看一笔描一笔啊，给大家有了那个宋芽课以后，大家就知道原来画花瓣不是说让大家看一笔描一笔，那样呢，大家画出来的这个荷花啊，它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啊，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它花瓣是怎么画出来的，一层一层怎么画。现在你看，我再给它画一个，这里小的花瓣继续让它卷，那么里边小的花瓣啊，咱们一层一层卷它，画出来以后，我就要画上边大的了。你看，再给它画。所以说，画画的时候啊，知道了方法，知道了结构之后，那么这些都知道了，咱们画的时候就可以想怎么画去怎么画了啊。那现在继续，你看，先在毛笔上调的这个是胭脂色加墨色啊，然后呢，笔尖上咱们来一点点的墨色。看我这里给它有一个对应了，那么让它，你看，再挽过来，对，让它有一个呼应。你看花头让它呼应对应起来。那么现在你看，我就往外边走了啊。咱们现在就开始一层一层的让这个花瓣长出来。你看，知道了方法之后啊，它再复杂的画，咱们都能把它画出来。你看，现在我继续再给它走。你看这一个花瓣再让它高一点点，是不是？你看。对，这一个花瓣咱们让它走的时候就是稍微高一点一高一低，让它有一个错落了。那么下边继续一层一层的来加它啊，咱们一层一层的来加。这里你看，这里一个花瓣，我就要它从这里边掏过来。对，这个就是咱们给大家也知道，咱们画画有一个什么国画里边有一个遮挡关系，是不是？你看，咱们又来一个花瓣，前面勾搭起来的。那么现在继续，你看，我现在就要给整个的花瓣都要把它画出来。那么开始的花瓣大家看到比较小，是不是？
那么现在咱们一层一层的画的花瓣，我就要让它开得很大了啊。那么第二层的花瓣咱们就比较大了，是不是？继续，你看，在这里再来一个长的，笔尖来一点墨色啊。你看这里，就让它再翻转下来，有一个啊。所以说这一步的时候啊，那么你看，我现在给它又画了一个长长的花瓣儿，那么伸出来了。好，咱们继续再加它。那么这里你看，这样的话啊，咱们这个花瓣呢画出来以后啊，它才是有生命力的，是不是啊？这一个也非常生动。那么左边加好了，咱们就一层一层的加右边了啊，一层一层的右边怎么去加它？你看，那么这里我给它走，这个用笔的时候可以看从里边往外边走也是可以的啊。现在你看生发关系，这里从哪里走？走到这里啊。那么现在又一层出来了，我再加它，你看。所以说这个啊，如果大家是照着跟着描的话啊，那么最后画的就找不见了，是不是？都不知道你画到哪里了。但是咱们追寻了规律，知道了这个结构之后啊，一层一层的加它，才会更加的漂亮。现在我再继续，你看，那么刚才的花瓣是里边的是比较小一点，咱们第二层我就要画的让它大一点了。你看，花瓣就给它稍微大一点。现在看到了，咱们是不是稍微大一点的花瓣？你看这个花瓣啊，给它再走一点，让它再宽一点。那么现在第二层画完了，咱们再继续加它的第三层。第三层看怎么加？你看我继续啊。那么荷花啊，它这种花瓣的姿态啊是非常漂亮的，也是非常多的。因为咱们平时只见到的是比较普通的一点荷花，那么更漂亮的荷花啊，就是咱们有很多的品种，都是非常漂亮。所以说，为什么给大家说荷花是花中仙子？它不仅仅有牡丹花的那种雍容华贵，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种比较高雅的啊。现在你看，我再一层一层加它，这里我再加一个花瓣儿，你看往外边走。现在看过来，咱们一层一层的加它，我给这里再加一个长长的花瓣儿出来，让它有一个变化。你看，一层一层的加它。那么现在大家看到我最下边的一层就开始加了，这里我再给它画一个很大的。你看这个花瓣尖尖为什么画的是圆的？我要把它画的让它尖尖稍微有一点点卷起来。这里你看又有一点点卷起来。所以说知道了咱们的这个结构啊，那么在画的时候就可以一层一层的去加它。你看这是一个花瓣，那么这里我再给它穿插一个，仍然是啊，因为花瓣开了以后，大家知道开了以后呢，到秋天的时候，那么它就有一点点卷起来了，是不是？你看花瓣的尖尖，我继续让它卷了一点。那么现在下边的画好了，这里啊，我觉得这应该给它有一个变化。那么我这里再给它有一个，你看，让它从这块掏出来一个花瓣，这里再一个，好，让它再有一个姿态，从这里，你看，这就是咱们画的时候都创造了，是不是？大家也看到咱们这个就是看需要在哪里加，咱们只要知道了花瓣的结构，那么想怎么去画都可以。你看，现在咱们一层一层，你看我继续给它一层一层加。好，现在咱们这个荷花就画出来了，一个很漂亮的荷花。那么今天啊，到这一步的时候，咱们刚好这上边也干一点了，咱们把莲子也画一下啊。今天的莲子，咱们可以用胭脂色点它的尖尖，也可以用什么颜色啊？也可以用珠标我呢也喜欢莲子，就是尖尖比较鲜艳的，咱们用一点点珠标色。
那么我现在呢，笔尖上来一点点咱们的这个珠标色。那么今天看过来啊，咱们莲子尖尖怎么去画？因为咱们今天的莲子，大家看到了，它像一个小孩的脑袋一样，是不是？你看，它不是说很规则的。那么咱们把莲子的方向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画这个的时候，就是看到咱们莲子的方向朝向是哪里，咱们点到哪里。你看每一个啊都点到。对，现在我用的是咱们的最小的1号笔，尖尖，这个水不要太多啊，太多的话咱们这个颜色，对，刚才为什么让干了一会儿？你看现在每一个莲子的尖尖，咱们把它都画一下。画完之后，现在再看过来，咱们今天啊还有关键的地方就是太白色。太白色也是啊，不要加水。那么咱们把莲子尖尖我点一下，刚才这个珠标色的圈圈的中间，咱们给它莲子白白的点儿点出来。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这个莲子漂亮不漂亮？现在看到咱们这个莲子漂亮不漂亮？那么先别急啊，下来咱们就要画咱们今天的荷花了。那么今天的荷花呢，咱们不画粉色的，咱们画一个白颜色的，好不好？那我今天给大家的这个花瓣会更加让大家再看一个不一样的啊。那么所以说每一节课啊，咱们这个给大家分享的都是不一样的画法，特别是给大家讲的不一样的用色调色的方法，而不是说给大家画一个大血液完事儿了。大血液啊，在咱们课程是创作课后续的啊。那么课程现在上了100多节课了，而且这个课程给大家也说了，只要大家喜欢啊，为什么在直播间我每一次给大家上新课的时候，先要问一下咱们朋友喜欢哪一种，咱们给大家就是创作的时候多一些。现在咱们再继续看一下啊，你看，咱们把它尖尖啊，今天没有原颜紫色，而是花瓣的尖尖，我用了一个什么颜色？用了一点点的紫颜色啊，紫颜色。那么所以说这个啊，就是咱们在画花瓣的时候，你看和大家分享不一样的啊。虽然今天咱们这是一个小洗液带双钩的，但是待会儿啊，我会让大家也看一下咱们这个最后和大家又会分享一个什么颜色的课程，会让大家一直喜欢下去啊。你们只要一直喜欢，咱们给大家就一直上传新课程。因为老粉丝也都知道，说老师以前是大学学的油画专业，所以说我希望把油画的色彩和咱们国画啊，因为我教了好多年的工笔，所以呢把这些结合起来，那么工笔的细腻啊，咱们大洗衣的韵味儿，还有咱们油画的这种色彩，让大家都跟着咱们来尝试一下，是不是？那么现在你看，稍微用一点点紫颜色啊，今天不用颜紫色啊。那么每一个这个点这个花瓣尖尖的时候，记着啊，紧贴着咱们的墨线，紧贴着墨线走啊，每一个就贴着咱们的墨线，你看，给它一个淡淡的紫颜色。看，一定是一个淡淡的紫颜色。看，我每一个啊都晕染到，所以说每一节课啊给大家的这个画的方法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也让大家就是通过这100幅作品，能够到最后的时候，起码觉得说，哎呀，我还学了一点东西了。好，现在还有最后一个花瓣是吧？那么现在还有最后一个花瓣，咱们也把它看稍微扫一下。那么花瓣扫完了，现在就要看过来啊，咱们就要晕染里边了。那么今天这里边的花瓣，咱们晕染一个什么颜色？今天咱们晕染一个绿颜色的。我要调颜色了，调一个什么颜色？咱们的藤黄色加。那么现在啊，看，在莲蓬的边边啊，我这个稍微有点绿了，咱们给它来一点点藤黄色。那么先给它看边边来一点点的黄黄的绿颜色，然后咱们调颜色，
笔尖上先调一个浅浅的绿颜色，调完之后看过来啊，我把它压一下，笔尖再来一点点咱们的这个花青色啊，再加一点点紫颜色。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啊，我要晕染这个靠近咱们的莲蓬的地方了。今天啊，咱们给大家也说了，今天我要给大家画一个白颜色的荷花。那么大家肯定想的是，哎呀，老师，白颜色的荷花，你咋用绿颜色在这儿晕染？那么现在啊，大家到看到最后的时候，就会看一个什么样的。那么现在呢，咱们笔尖再来，你看，重重的颜色啊，不要怕它有重重的颜色。那么现在你看，只需要把咱们的笔锋，你看侧锋压一下。到这一步的时候就看过来了啊！你看我扫的时候从哪里扫？从咱们这个花瓣里边的地方，你看有的地方我给它扫一下啊，这个就是咱们里瓣的地方啊，咱们你看扫一下。那么这个浅浅的绿颜色就是咱们这个花瓣靠近里边的，对外边的花瓣先不管它啊。那么你看，轻轻的把它扫一下。都喜欢，我看到大家喜欢这种重彩的，那么喜欢给大家就多上一点。咱们今天啊，给大家也分享一个。那么如果今天的大家觉得喜欢的话，咱们也上的课程里边啊，也上的课程，咱们这个课程啊，给大家说的是100幅作品，就是最少100幅作品啊。如果大家继续喜欢，那么咱们会给大家继续上传，好不好？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呢是每天都画画，对。咱们几乎每天都画，也是原创的，所以只要大家喜欢，我会给大家继续上传。你看现在呢，花瓣里边啊，我就要扫一点点的这个绿颜色，看过来，你看这就是里边的花瓣，咱们把它你看继续扫，对，让它有一个浅浅的绿颜色，特别是啊这个花瓣这尖锋的地方，咱们也把它给它来一个颜色啊。你看，这里我压一下它。现在笔尖是不是颜色越来越淡了？我现在用的是3号笔啊，越来越淡了，是不是？对，咱们现在越来越淡了的颜色。那么现在再继续看过来啊，这个颜色还不够，咱们再继续调一点点鹅黄，加咱们的这个太青蓝啊，我再调一点点。你看有的地方我稍微给它点一下，看，点一下，让它有一个绿绿的感觉。只把这个尖尖啊花瓣交叠的地方，咱们把它有一个绿绿的颜色。这样的话啊，它这个待会儿层次感就出来了。山水的和咱们的重彩的这个秋荷系列，你看这里我再给它让它重一点。那么首先看，用5号笔，笔尖上咱们先调一个颜色啊，先调一点点重一点的白颜色。从哪里走？你看，从咱们反瓣的地方，你看扫它。那么晕染的时候啊，毛笔上如果水多，看笔根的地方沾一沾。第10节课你找一下，这2天给大家继续上传的啊，第10节课。那么看每一个都从咱们反瓣的地方，你看走。所以说今天啊，会给大家再分享一个白颜色的。那么第2笔颜色淡了，你看我轻轻的只需要把它压一下啊，轻轻的压一下，让它晕染一下。好，现在咱们继续看过来，我笔尖上来一点点白颜色啊。那么这个颜色它怎么会到最后润润的感觉画出来？你看，一定是第1笔咱们都画的是它的反瓣的地方。你看，我把反瓣的地方第1笔先提一下，是不是？然后再看过来啊，每一个都是反瓣的地方，你看压一下，对，咱们压一下，然后呢扫过来，因为笔尖上是稍微重一点的颜色。你看现在啊，咱们今天这个呢就会一步一步的和大家分享。
碰上水多，咱们稍微把它刮一下，刮一下以后啊，继续看过来。你看，现在笔尖上我调的是稍微淡一点的、薄一点的白颜色啊，我就把里边的稍微扫一下。那么这个干了之后，大家就能看到咱们里边的颜色比较淡，外边的颜色比较重。你看，带一点点墨骨的形式了，是不是？现在每一个啊，咱们都把它画到。反瓣的时候，你笔尖沾一点点白颜色。如果是咱们的这个里边的话啊，那就不要这么重，不要这么厚了。对，颜色厚了以后，它颜色就没有了这个层次感了。所以说今天啊也看过来，咱们怎么和大家分享这个花瓣它这种层次感。你看，这都是反瓣的地方，是不是？然后呢，笔尖你看挨着紧贴着这个墨线。你看，咱们紧贴着墨线，对。那么笔尖的颜色稍微厚重一点，所以呢，这个颜色呢就亮一点点，是不是？然后大家继续看过来，我现在继续啊，一层一层的，因为笔尖上的颜色完了是吧？厚颜色完了，然后呢，你看我压一下，对。这里你看一个一个花瓣来，压一下，那么慢慢的让它有一个层次感。现在咱们笔尖继续，看撒一下，这是第一笔重颜色，撒一下，然后再来里边都记着啊，第一笔的重颜色一定在哪里？在咱们这个花瓣的外边这个你看外边，这是第一笔的重颜色。然后现在再看过来，第一笔重颜色走了之后，咱们给它压一下其实学会了咱们今天的画法之后大家如果喜欢，像好多的朋友喜欢画牡丹呀咱们那个月季花呀，那么这个方法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给大家也说了，其实画画关键是大家学会方法。我现在把每一个花瓣都压一下。那么第二笔的时候再走里边咱们现在每一个都把它画一下，你看。然后第二笔画里边，然后呢用笔压一下，它就有了一个过渡色了咱们今天这个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就不像大家画工笔的时候咱们直播间有没有画工笔的朋友？有没有？那么像这样一个画，你要